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 Tracy。大家好，我是老刘。上期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尼亚加拉瀑布地区的3家酒庄。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这次瀑布品酒之旅的第2天。这一天，我们拍摄了许多城市漫步的画面，带大家随意的走走，感受街头的悠闲氛围，希望大家也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早上，我们从尼亚加拉瀑布出发，沿着边境公路一路向北，来到了闻名遐迩的 Niagara-on-the-Lake 瀑布小镇。在这里享用了午餐后，我们前往安大略湖畔的 Cosman Winery， 品味了当地的特色佳酿。晚上，我们也宿在了安大略湖旁的一家酒店。尼亚加拉瀑布是世界3大瀑布之一，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的交界处。瀑布位于尼亚加拉河上，而尼亚加拉河呢是连接5大湖中的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一条河流。Niagara Falls 呢也算是加拿大最著名的景点了。整个瀑布由3部分组成，分别是在远处的马蹄形的马蹄瀑布，以及在美国一侧的这个美国瀑布，还有就是这中间小小的这个因为酷似新娘的面纱而得名的这个新娘面纱瀑布。之前提到的世界3大瀑布呢，指的是巴西和阿根廷交界的伊瓜苏瀑布，东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交界的维多利亚瀑布，以及这个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瀑布。虽然尼亚加拉瀑布呢并不是以高度或者宽度都排到了世界第一，但是呢它的水量是非常有名的，通常也被认为世界上水量最大的瀑布。它的水量呢达到了每秒2400立方米。夏天的时候，瀑布这个区域会有更多的娱乐活动提供给大家，比如乘坐这个雾中少女号可以到河上近距离的去靠近这个瀑布。坐船下去的时候会感到水汽非常的大，比站在岸上的还要夸张很多。或者是可以通过这个瀑布后面的隧道进到山体里面去，去看这个瀑布背面下面的样子。很多科学家呢都有讨论过，大家也关注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尼亚加拉瀑布是不是有一天会消逝，而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是会的。尼亚加拉瀑布呢，在科学家估计的话，大约在23000年后会消失在伊利湖中。然而呢，有的科学家也会认为说，这个时间可能会长达5万年。当然，我们可能自己亲眼看不到这个消失的过程，但是从这张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最近几百年里，其实马蹄瀑布一直在往后退，而且退的速度其实是可以观测到的。而瀑布被侵蚀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水不断的冲刷到悬崖底部比较软的这个石头，这样的话呢，瀑布的悬崖就会不断的坍塌，然后在稍微上游一点的地方形成一个新的边缘，那么这个边缘就逐渐的往后退。瀑布旁边有很多酒店都有 Falls View 的房间，在屋里俯瞰瀑布也是十分壮观的。旁边尖顶的房子是游客中心，里面有纪念品商店、餐厅等等。瀑布上空因为水汽非常大，晴天的时候经常可以拍到整条彩虹，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加边境之间的桥被叫做彩虹桥的原因。从 Niagara Falls 出发，沿着美加边境公路一路向北，会遇到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例如周末开放的湛山新社、万佛宝塔寺、蝴蝶园、日明的云林酒庄等。大家遇到观景台也可以停下来纯看看风景。河流就是之前提到的尼亚加拉河，而远处尽头看到的一片蓝就是河流流入的安大略湖。如果怕开车错过这个地点呢，可以提前在谷歌上定位 Niagara River Scenic Outlook Point。
我们停车的时候遇到了一对外国的 couple， 开了一辆十分炫酷的车出来兜风，只能说加拿大人真的真会玩啊。尼亚加拉湖滨小镇观光必去的是 Queen Street， 我们也主要是在这条街逛了一下。尼亚加拉湖滨小镇呢，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是易洛魁人的传统的领地。17世纪末，法国探险家和传教士首先到达了这里，并且在尼亚加拉河一侧建立了法国贸易站。1759年，在英法战争期间呢，这片地区被英国人接管，从而成为英国殖民地的一部分。在18世纪末，小镇被称为尼亚加拉镇 Newark， 并于1792年成为上加拿大，也就是 Upper Canada 的第一个首府。然而，首府后来呢迁到了约克，也就是现在的多伦多。在1812年战争中，小镇因为靠近美加边境的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了英美双方争夺的这个焦点。战争期间，尼亚加拉湖滨小镇多次被美军占领，并在撤退时被焚毁。战争结束后呢，小镇逐渐重建，许多现存的建筑就是19世纪重建时候的成果。现在在湖边有一些森林公园里面也能看到留下的一些纪念碑和这个大炮，表示了当时与对面美国的这样一个战争的记录。19世纪，小镇逐渐成为了一个港口和商业中心，但是呢，随着铁路的这个发展，港口的地位呢也逐渐下降。到了20世纪初，小镇呢凭借它自己独特的这个历史遗迹和保留比较完好的这些建筑，以及漂亮的这个湖滨风光，开始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这里。The sun meets my skin, feeling free as a bird, no worries within. Gentle breezes whisper with a soft embrace, walking through life's pages in this vibrant space. Through the bustling streets and under the sky so wide, every corner tells a story, every step I take inside. Fields glow at sunset, alleyways play with light. Every moment captured feels just right. Oh, I'm a wanderer in the city's flow. With every step my spirit starts to grow. Clouds push like roses drunk on rooftop wine. In twilight's glow, our shadows intertwine. Narrow lanes of Jannan, whispers of the past. Raindrops fade into night, beauty unsurpassed. Passers-by carry stories, their faces a map of joy and sorrow. 就卖那个巧克力大苹果，我死都咬不动。Every corner tells a story, every step I take inside. Fields glow at sunset, alleyways play with light. Every moment captured feels just right. Oh, I'm a wanderer in the city's flow. With every step my spirit starts to grow. Clouds blush like roses drunk on rooftop wine. In twilight's glow, our shadows intertwine. 小镇的地标建筑是威尔士王子酒店，它始建于1864年，最初命名为常青树酒店。在1901年的时候，英国著名的约克公爵，也就是后来的乔治五世和他的妻子玛丽公主到访了小镇，并下榻于此。为了纪念这对皇室夫妇的到来，
酒店便更名为威尔士王子酒店。小镇的 LCBO 也和其他地方的不同，外面是这种红砖的建筑，很有历史感。店里呢，也主要在销售周围瀑布产区的红酒。街上还有一家很有名的冰激凌店，叫做 Cows。基本上在店附近遇到的人都会举一个牛奶冰激凌在吃。这大冷天的，他们身体可真好。街上还有各种画廊、服装店、礼品店、酒吧、餐厅、咖啡馆、蛋糕店等等。到夏天的时候，整条街就非常的热闹，而且到处都是开的漂亮的花，还有马车可以坐。我们还去看了一家地产公司在橱窗里贴的当地的房产信息。不得不说，Niagara on the Lake 周围的房子确实也不便宜，这价格已经快比上多伦多。中午呢，我们就餐的地方叫 Corks Restaurant。因为是冬天，所以其实有很多店铺是不开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中午的午饭呢，我们点了2个套餐，分别是一个 fish and chips， 还有一份汉堡套餐，量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热量十分的高，绝对可以满足午饭的需求。下一站，我们来到了位于安大略湖畔的 Consoman 酒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3年，当时 Compliment 家族开始了手工酿造优质葡萄酒的传统，这一传承经历了4代，直到1984年 Herbert Consoman 将这一传统和酿酒技艺带到了安大略省。在他的带领下，家族将一个小型的乡村酒庄发展成了今天位于安大略湖畔的世界级酿酒设施。酒庄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品酒服务。首先，你可以选择4杯酒，包括红、白葡萄酒、Rosé 以及知名的桃子葡萄酒，价格是15加币。我们分别选择了冰酒、赤霞珠、黑皮诺和桃子葡萄酒进行品尝。值得提及的是，这款桃子葡萄酒是由邻居家的新鲜本地桃子酿制而成，散发着桃子的香气，再加上清爽的口感，是一款极佳的夏日小甜酒，尤其适合女生饮用。另外，我们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当日的酒店。这个酒店在一个叫 Jordan 的小镇，叫 Beacon Harborside Resort， 位于安大略湖边。虽然这个酒店周围没有什么城镇和商业，但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在这儿玩船，都住这个酒店。它离那个大名鼎鼎的 Lake House Restaurant 只有1公里，步行15分钟。酒店全部的房间都是湖景房，每一个房间都有落地窗和露台，可以说把湖景用到了极致。最后给大家欣赏一下我们在酒店露台拍摄的美景，